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什么是深层放松，其中谈到的放松概念，可能和你所知道的有所不同。这个方法是我在学习过那么多身心医疗知识、技巧，以及诸多的尝试都没有效果之后，靠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深度放松方式。之前花了那么多时间、金钱、精力，最后没想到透过这么简单的方法，轻易的就解决了我常年难以入睡的困扰。我至今的人生大多时间是在忧郁、焦虑、莫名恐慌、睡眠不足、精神不济的状态下度过。这样的人生就像一场噩梦一样。为了结束这场噩梦，我接触各种不同领域的团体，报名心灵课程，为了参加长天期的静坐，还请了不少次假，7日、10日禅修，次数不下20次。但是再多的努力和学习，依然没有让我摆脱这场噩梦。当时我的状况有多糟糕，和各位说个小故事。多年前的一个下午，我前往台北东区找一位知名的通灵人士。老实说，什么方法我都试过了，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去处理事情也不是第一次。不一样的是，这位女士是我熟识朋友的家中大姐，出生就自带着通灵天线来着。这是我第一次和她见面。刚见面不久，我就问大姐，我现在的状况怎么样？大姐说，你状况很好啊。我心中一愣，活得这么痛苦，能叫做好？这是什么跟什么？结果听到大姐接着说，你现在已经过了30岁，你在30岁之前没有发疯，没有自杀，你很厉害，这样算很好了。听到这些话，我心头一震，心想第一次见面你好敢讲，但是我不禁流下眼泪。原来这世上有人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，居然有人知道。虽然最后仍然没有帮我走出困境，但被人理解，听到有人知道我有多努力，倒是给我带来不小的安慰。最终让我慢慢脱离这种痛苦人生状态的，是在我放掉这些追求和追随之后，透过自我的觉察和尝试，才找到改变自我的道路。深层放松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突破，毕竟没办法好好睡觉是人生的大问题，连好好休息都做不到。想要疗愈身心更是难上加难，更不谈要治疗忧郁、焦虑等棘手的问题。有睡眠障碍的人一定知道，无法睡好觉是多么折磨人的一件事。但是这么多帮助入睡的工具、方法，为什么都没有效果？睡前泡泡脚，泡个澡，喝点薰衣草茶，弄点精油，再加上一根耳烛，的确有助身心放松，但没法克服睡眠障碍，效果远不如吞一颗安眠药。再来睡前拉拉筋，练瑜伽，配合呼吸，缓和身心，很直接能感受到筋骨舒展放松，但是对解决睡眠问题，效果仍然相当有限。所以这么多好的方法，为什么都没有效果？可能的原因是放松了筋骨，舒缓了点情绪，但有能够放松到身体内脏器官吗？拉伸到了筋骨，延长了你的呼吸，是否舒缓到的只是局部的肌肉、筋膜，而身体内的脏器仍是处于紧绷状态，没被放松到？我所要讲的深层放松技巧为什么会有效？原因就在于它是针对身体内的器官。当身体内部一放松下来，你应该要休息而无法休息的身体，
会突然涌出大量的睡意，很快就昏睡了过去。这是我经常发生的情形。深层放松的练习时间连10分钟都不到，在这么短的练习时间内，我却常常仅仅进行到一半就已经睡着了，真是超级快。可以说，身体内紧绷的器官神经网络才是让我们无法入睡的原因，筋骨的舒适与否反倒是其次。当然，能够整体都放松下来，睡眠的品质相信也会更好。不管是医学、身心医疗，大部分帮助入睡的方法都没有意识到我谈的这一点。使用各种方式、药物、饮食、器具，帮助你感觉、体会到放松，都不如针对有效的位置进行紧绷状态的释放。或许应该是说，若没有睡眠障碍，且生活步调较不紧张的人，可能借由一般的助眠手段就可以有很好的内外放松效果。但对于长期难以入睡的朋友而言，你的身体可能从内而外都处于紧张而无法放松的状态，甚至已经产生紧缩、粘连、僵硬的情形，这样要调养的时间就会比较长，而且在身心两方面都可能要做出努力。但是睡前的深层放松仍然对你入睡会有很大的帮助，就像对我的帮助一样。实作的教学和练习引导影片将会尽快在之后一并提供分享出来。不过现在你就能依照这个学习到的新观点，用你知道的方法试试看是否能达到让内脏器官放松。我时常在深层放松身体、启动副交感神经之后，会突然听到肠鸣，感觉到肠胃蠕动，我才明白原来我的内脏平常都是处于紧绷状态，活过来原来是这种感觉啊。那你呢？假若你有什么体会、想法，或是你知道有什么确实能够放松内脏系统的方式，欢迎你留言告诉我，和我分享，十分感谢。深层紧绷释放不仅仅是在睡前，平时生活中我们就该常常释放累积的压力。只要有可以放松平躺的时间空间，就随时让自己平衡一下。至于在日常活动当中，是否有方法可以进行压力紧绷的释放，让我们时刻的找回平衡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而要说明这点，牵涉到一些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的身心现象，有关于内在的感官经验，那些我们未曾知晓的生命潜规则。因为我觉察到这些潜规则，才得以修正内在的感官模式，实现日常生活中的深层释放。当我们能够做到日常的活动中放松紧张压力，睡前的入睡技巧就不再需要，因为你已经能够正常的快速入睡了。能够时刻释放紧绷，任何情绪、身心问题都将得到舒缓，最终走向疗愈。未来有机会，我们再慢慢的来了解这一部分。本篇说明就到这里，让我们在下个影片深层放松、快速入睡的实作再见吧，拜拜。